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到系统的委托，为我们尊敬的小英老师做主持。今天他为大家带来一堂行动川的第一堂精彩的大课，有请我们百科传书小英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大家早上、晚上、下午好。请允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坐标江苏江阴，来自小英老师、谢英老师、玉芬老师团队的伙伴。我叫王芳，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人生转折。曾经，我是个性格内向的财务工作者，每日朝九晚五，工作与家两点一线，生活平静却有些单调。在2023年的3月，一个消息打破了这份平静。远在韩国读书的儿子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我心急如焚，利用午休时间联系了丁总。丁总跟我介绍了，丁总跟我介绍了这一款全球顶尖的黑科技平衡基因的产品。他说他可以帮助到儿子改善状况。出于对丁总的信任，我立刻买下了产品，办理签证。等待签证的20天的时间，我焦虑如影，根本睡不着。拿到产品，赶到韩国，看着1米83的个子的儿子瘦成了130斤，走路都摇晃的样子，心疼不已。好在经过1周的精心照顾，产品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好转。回国后，丁总邀请我了解一个独特的系统。他说，无需跑市场，没有级别，全球统一的价格，一部手机、一根网线就能链接全球。我们只需要做好15%，剩下的85%交给系统。这15%深深吸引了我。系统学习了1周，我被它的魅力折服。里面都是一群高知高能的老师，每天早上开启赋能。在4月份，我鼓起勇气在朋友圈官宣分享，没想到一根网线利用碎片时间，竟吸引到了我宁波的修小姐、安徽的银芳姐、美国的陌生朋友，还有我就近的朋友以及我的同学。是系统的力量，让我这个不敢于表达的人也组建了团队。到2024年，到了退休的年龄，我果断放弃了留用财务的工作，选择了居家创业。爱健康放大了我的梦想，让我看到了在这里管道裂变、复制、倍增的生意，以及3大奖金板块：组织裂变、资本市场的裂变和流量管道。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好，今天我们稍等一下，哎呀，稍等一下，电脑有点卡吗？哦，我们听得很清楚，芳芳哈。嗯，嗯，哎，哎呀，不好意思，电脑上面有一点滑不过去。好，那我用手机了。接下来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女神级的人物，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蜕变与成长史诗。曾经，她是国内高端美容美发连锁领域的成功掌舵人，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江苏市场打造了几十家备受赞誉的门店，用实力证明了她的商业智慧与管理才华。然而，他并非止步于此。10多年前，他选择了拥有新的生活，移居加拿大。
在人生的下半场，他将丰富的阅历、对美的极致追求，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升华到了新的境界，成为一位滋养人心的身心灵导师。他热爱生活，品味非凡，更拥有一种融化人心的声音魅力。听他说话，仿佛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他是团队中公认的高能大家长，以无条件的爱和智慧引领着我们。目前，作为爱健康准千人大将军，他正创造着更多的幸福奇迹，也会带领更多人、更多平凡人走向幸福人生。他完全阐释了智慧、美丽、成功与灵性的融合。今天，他将带着这份独特的能量和宝贵的经验，为我们讲解爱健康行动串的第一堂课：列名单与分析名单。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事业的入口。接下来，大家一起准备好纸和笔，准备接受这份高能的智慧与爱的传递的课程。让我们屏息凝神，用最真挚的热情迎接我们光芒四射的智慧女神小英老师闪亮登场！掌声和鲜花刷起来！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可爱落落大方的芳芳老师对我的介绍，非常感恩。那么，先有请我们芳芳老师下去稍事休息一下。那刚刚我们的芳芳老师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我呢，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哈。那芳芳老师也说了曾经真的是有一度的辉煌，那么曾经的一度辉煌呢，造就了财富自由的同时也让我陷入了另外一个困顿。好，所以当我在2011年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呢，很多人以为是我为着孩子我移民到了温哥华。其实那个时候我完全是因为自己已经在传统生意的这种压力下已经到了一种精神快崩溃的时候。好，我不知道线上有哪些的传统企业家跟我有同样的痛，赚到钱的时候担心明天还有吗？那赚不到钱的时候担心，那我们下一个成本在哪里？人工工资在哪里出？好，所以在这种焦虑下，那么当时在趋势已不在的前提下，我的真的是心生疲惫就想，那如果改不了现状，我就离开现状，换一个环境。那就这样子呢我就当年在2011年投资移民到了加拿大。那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可以事实上又重新开始，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一路的去寻找我的下一站出路在哪里，我的东山是否能再起。那么非常感恩在5年前我记得在5年前的6月份，那个夏天，我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瑞娜老师为我开启了爱健康这扇幸福的大门。那我们的冰冰老师一路陪伴着我在爱健康，我用1年半的时间在爱健康成了一个逆袭的宝妈。好，在3年前，我还在担心儿子的生活费、学费，在大学所有的一些开支从哪里来。那也就是在1年半，我为儿子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条件，同时呢，我也成为了孩子的一个榜样。因为在移民加拿大的这么多年在儿子的眼里看到的是一个焦虑的母亲，一个为着明天的生活、明天的未来担忧的一个母亲。那么在爱健康，它不但让我成了孩子的榜样，成了孩子的精神支柱也让孩子看到，当困难挫折来临的时候，那只要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我们始终抱有着一份美好的梦想，那未来一定还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呢，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老的爱健康的家人都知道，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爱健康包养了我。好，因为有了爱健康，我有了人生下半场的底气。那今年其实我也是60后，
60后的小姐姐哈。那么在爱健康，大家能看出来，我依然活成了一道亮丽的自己的一道风景线。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爱健康给我的底气。好，那么今天呢，我也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感谢系统的邀请，好，感谢在线的每一位家人的一份信任。那我把这个成功八步的第一堂课列名单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把我在爱健康的这几年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好，我现在先分享先共享一下屏幕哈。大家要稍等一下哈。我要先，嗯。好，嗯。哎，怎么不在这里？大家要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我经常是老兵碰到新问题啊，每一次共享视频的时候，嗯，怎么还没有点开呢？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电脑，所以我是应该先点开苹果电脑，是不是？呃，先要点开这个文件，然后再去。可以先点开，也可以不点开，然后选择共享之后选择那个文件就可以。我就是选择共享之后找不到文件，这共享之后文件就不知道跑哪去了。那你们把它先点开看一下。对，我现在已经点开了，然后点开之后，嗯，点开之后我来试试看啊，再点开共享，应该会好。哦，来了，谢谢大家的耐心啊。在，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可以的，小英老师。啊，太好了。稍等啊。所以要在爱健康不断的成长哈，这也是在爱健康我的成长。之前很少用这个，谢谢大家。好，我要回到第一页。好，列名单是我们每一个行业内人士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带着饱满的热情，我们来到这堂课里啊，大家也可以端杯我们的咖啡，泡腾片哈，我们一起慢慢的进入这个话题。那我们在讲列名单的开启哈，我们是要有一个心态。那在讲心态之前呢，我们先来小小的热身哈。在这个热身过程当中，请问大家几个问题。那首先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手机里也有几百个好友的名单，那但是呢，我们想找合伙人的时候，却不知道从哪一个下手的。如果有这样的同感的，请你打一个一，好，我们公屏上面互动一下。那第二个呢，列出名单，但写了十几个，再也没有更新了，团队就一直卡着不带动的。好，可能1年都没有，再也没有进人了哈。如果我们有这样同感的，我们也可以扣个2。好，第三个呢，我们明明有人用咱们的产品爱健康的产品用的很受益了，却没有把它变成合伙人，白白浪费资源的，那么我们再试一下，打一个3，我们来对号入座哈，在评论区看一下
我刚刚看到满屏哈，有好几个我们的伙伴们，谢谢你们的配合，打了满屏的123。好，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程哈，就来打通我们这个任督二脉。那我们来想一想哈，爱健康它做的这个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合伙人招募，我们的产品，相信家人都知道哈，它自带流量，但是流量呢是要靠人来承接的，而名单就是你承接流量、连接人的这个载体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在《中庸》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说的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那么列名单就是我们做爱健康事业的预。如果没有这份提前的梳理，就算我们手里握着爱健康的好产品，握着爱健康天下独一无二的好制度，我们也不知道该跟谁去分享，该找谁去做合伙人。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要把一手好牌打不出去。好，所以我们都家人好，我们懂的都懂爱健康这个事业，它是一个组织行销，它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人脉裂变来做到全球，累积全球的积分。那如果我们手上没有名单呢，你就没有行动的起点。那你的团队领导人也是爱莫能助，想帮你分析市场，对接你的资源，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如果没有名单啊，你所谓的人脉，你所谓的人脉广，我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说，我的人脉非常的广。那你所谓的人脉广，它也只是藏在我们脑子里的模糊的印象哈，不能变成落地的合伙人，也无法产生你拥有价值的客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列名单的一个核心。那么在我们爱健康事业列名单，它意味着什么哈？啊，它意味着它不是写几个字、几个名字下来那么简单，它是意味着你要登上百人幸福长的一个阶梯的敲门砖。所以列名单还有一个跟你最息息相关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哈？我们来想一想哈，在爱健康，如果你待了有1年半载的，你回想看看身边有很多人在爱健康半途而废的，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列名单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伙伴哈？还有就是谈了3个5个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市场不行，我们自己可能也不行。那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名单的厚度撑不起我们的事业的信心。所以呢，在爱健康，我们名单的数量，它直接决定你事业的抗挫能力，更加决定了你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久、走得稳，走出我们百人幸福长的关键。好，那么我们反过来想，这一切我们列名单为什么要列名单？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列名单跟我们的心态相关哈，我们就结合上面的心态相关。如果我们的心态，我们认为爱健康这个事业，我是随便来做一做的，我如果在这里能够做成结果，我很开心。如果做不成，我也没有这个损失。如果你是模棱两可的，就比方说，我们是脚踩好的啊，我来打开啊，我们是脚踩2只船哈，那个船踩不稳，很容易就会翻，最后自己就会翻进去啊。稍等我一下哈，我这个全屏，现在全屏了对吧？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回想一下我们在爱健康身边的人离开的一些人哈，是不是因为刚刚我说的这些原因？那么再反过来，我们想一想，如果你的名单是列了
但是我们列的少的可怜，会怎么样呢？28定律哈，你列了10个名单，可能有2个人进来吃了，但是他们并未是你合适的伙伴。那么这个就等于说10个人你谈完了，你的名单就空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开始着急了，急什么？那你着急的就会说找身边的你的这个客户的问题了哈，会认为说身边的人真的没有这个认知，他们看不懂爱健康的机会，身边的人他们都没有钱他们舍不得买这个健康产品，身边的人都太忙了，他们真的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爱健康，我们就会像在家里哈，我们挑剔老公一样去挑剔我们所有谈过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哪里呢？是我们把28定律用错地方了。我们只列了10个名单。好，有些人说我列了，我们只列了10个人的名单。那么所以呢，当名单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向外求，向外去找原因哈。那么这样呢，一旦被3、2个人拒绝，我们的小心脏就会觉得受了天大的一个伤害，不断怀疑客户，我们还开始怀疑市场，甚至呢怀疑自己，否定自己。那么这样呢，最后就会让我们觉得爱健康不适合我做。那最后呢，就自己的悄悄的离开了你的团队，离开了这个系统。好，所以这一切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来找找根源。问题它就是在你的名单上，那54个人在哪里呢？如果你一旦列出了54个人，哪怕被10个人拒绝了，那是不是还有40多个人在等着你去沟通和交流？那在这一个概率下面，你能不能很快从这个拒绝的情绪里走出来呢？你会不会睡一觉，第二天就能满血复活，整装待发呢？继续去看着我们剩下来40多个名单，我们继续去打电话，去传递信息，去聊你的精准客户呢？好，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如果是的话，我们也公屏上面给自己来个加油，好吗？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先要认知到，有足够的名单，就是你对抗被拒绝，我们坚持做下去，拿到100人幸福奖的底气了。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要列名单呢？名单里到底有什么呢？你明白了这些之后，接着下来，我们列名单就会重视起来。所以，往往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系统里有很多的课程，我们都听了，我们都学习了，我们都掌握了知识了，但是我们迟迟呢没有去行动，没有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觉得我做了以后，它真的可以给我带来光明大道吗？它跟我的100人幸福奖真的有关联吗？那如果你真正明白了它的，对，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我相信在线上每一个爱学习的伙伴，你一定会把这个名单列出来，好，就会去列出来，无论列的好和坏，你会重视起来，因为它对你的重要性，我们刚刚已经探讨过了哈。好，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列名单的重要性。接着下来，我们就是要说什么呢？就是如何列名单了哈。所以呢，现在在线上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列名单，也从来没有列过名单的家人们，那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也可以拿出你是旁边的纸或者是笔，我们来准备好。接着下来，跟着我的节奏，我们可以一边听，我们一边来做梳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保准你轻松可以列出54个名单，把你那个空空的人脉库变成能生出黄金的黄金仓库，好不好？好，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下。
因为我觉得练名堂这堂课，练名单这堂课哈是最好现场版的，你一边听一边写。那比方说，比你一个人单独去写的时候，可能一堂课听下来以后，你不能马上把核心点去记住。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跟着讲课的老师，我们边听边学边实操，那这样你的名单就会出来了，好吗？啊，好，准备好的家人，我们现在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列名单要记住这三个原则哈。当我们把这个三个原则哈牢牢的掌握好，也就是你的三大核心铁律啊，每一条它都能帮你在爱健康少走至少半年的弯路，好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则，大数法则。啊，我们知道大数很茂密，所以它的法则就是放下你的目的，我们先凑满人数，再来做细分。所以现在哈，我们不要去想哈，不要想太多，就先凑人数，好吗？凑人数啊。好，我们来看，那第二个法则就是三不原则，不做判官啊，不做判官，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条。为什么这样讲哈？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朋友哈列不出名单，几乎都是卡在做判官这个上面。包括我们贴标签啊、设限，其实都是前提你做了判官了。好，那当你做了判官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翻到第一个名字就开始已经卡壳，因为你开始发挥你个人的想象力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啊？问题是在于你用你对这个人1年前对他的一个认知和判断来分析，那么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会想，哦，这个人我曾经了解的他，生意很忙，他肯定不会来跟我做合伙人。哦，这个人啊，这个人没有钱啊，1年前他打工，那个家里的孩子他都交不起这个外面的孩子的补习费用，他曾经告诉我，所以他肯定买不起我们的产品。哦，这个人他压根就没有保养意识，哎，谈了也是白谈。哦，好家伙哈，我们想想1000标签贴下来。100多个潜在人脉，最后我们连20个都写不出来。好，就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是把2·8定律用错了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想想，是不是不能做判官？好，那反过来，我们再想一想，哈，想一个什么问题？你这个认知是在1年前的认知，那么1年后会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个人他的思维已经做了调整？他曾经是没有保养意识，可是你不确定这1年当中，他身边他的家人是不是因为健康的问题，让他对健康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他重新认知到健康真正是唯一。所以在这1年当中，他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让他能对认知已经有了新的调整。所以你做判官的时候是1年前的认知，1年以后他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们做判官是不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哈，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告诉大家，甚至于我经常在跟我的团队伙伴说，不要说1年了，1个星期和1个星期以后的这个人，他会不会有改变？好，完全有可能，是吗？哈，因为在我的团队里就有一个伙伴，好，他的爱人，他的爱人从来不相信保养品，无论他怎么吃，他爱人就是不吃。但是后来得了一个晚期的一个癌症，年龄非常大，也不适合做手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伙伴就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我们的产品？结果产品试下来1个多月。好，指标就开始逐渐往下降，因为我们的产品是足够有底气的，所以现在呢，他的这个爱人非常认真的吃产品，主动的吃产品。那这个是在他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的观念就全部变了。好，所以1个星期之前和1个星期之后的观念都会有改变。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做判官，你的名单就会慢慢的滋生出来，在你的眼里，你是不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性？好，所以现在我们一边跟着我的思路，一边我们往下走，你的名单是不是已经写出来有10个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啊。那下面就是动态的原则，也就是说，你的名单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是54个我就不变了。我谈完十个，我升40多个，再谈完10个，我升30多个，接下来你可能就不太愿意谈了，你害怕了，因为名单越来越少了。好，所以呢，当这个名单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你就不会害怕，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来，好吗？啊，好，那么接着下来。我还有一个原则是专门给增加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专门给到有一些伙伴说，我就是没有人脉，我真的没有人脉哈，老师，我真的没有人脉啊，我也没有什么亲戚，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我真的很宅啊，是给到这些朋友的。如果有这些朋友的哈，线上有没有也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哈，或者你的团队有没有？如果团队有的，那你帮他也听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我们给到他4个字啊，叫什么字呢？叫要顺藤摸瓜。如果你真的没有人，你就顺藤摸瓜。如果想到一个人，你就要顺着他去挖出他背后的社交圈层。比如说，你线上有哪些朋友是会打掼蛋的哈？跟我互动一下。我还不会打掼蛋哈，我打算想要去学一学哈。为什么要学哈？如果你有打掼蛋的搭子，是不是已经有3个人？不要只打掼蛋哈，不要只打掼蛋。那这些搭子后面要顺藤摸瓜啊。除了跟他打掼蛋之外，你还要做一个什么动作？你也要主动参与。主主动参与他其他的一些活动。打掼蛋有点就是像打牌哈，我也不太懂哈，反正现在很流行啊，很流行。所以我们作为爱健康人，你一定要多了解这个现在大家玩的新的就是群体玩的一些活动，我们是要了解啊。好，参与他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参与他其他的一些活动。啊，那比方说，他还有一起去聚餐的，一起去徒步的，还有一起呢去唱卡拉 OK 的，你要主动去参与，因为你没有人脉，对吗？你说，哎，下次你有什么其他的聚餐，你有什么其他的运动活动啊，打羽毛球啊，啊，徒步啊，卡拉 OK，你都叫上我啊，我也挺缺少人脉圈层的，我也挺喜欢玩的，我也挺喜欢热闹的，你就记得带上我，你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好，那么你想这样是不是叫顺藤摸瓜？你因为这个打掼蛋的搭子，你后面就认识了无数的人啊。那么这些人，他自然就会成为你名单上的名字，好吗？啊，好，这个是多加了一个原则啊，讲给没有朋友的啊。我们这边看到很多伙伴都会打掼蛋哈，特别好。这是一个群聚的活动，群聚的活动你一定要去参与，什么同学会啦、同乡会啦，我们在国外有同乡会哈。那这次我们有个江苏同乡会，我就主动报名去了哈，都是跟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都是老乡。你说老乡就是一家亲。是吗？哈，所以你很有机会去认识一些人。好的啊，那所以呢，没有人脉的就记住4个字：顺藤摸瓜，在一个人身上告诉他啊，他会链接很多人。不是告诉他我在做爱健康，可能就卡住了。你告诉他，你下次有什么活动，我很喜欢热闹，带上我，我也很好玩，好吗？他就带上了你，那你自己就成为自己递出去的一张名片。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明白了这些道理和原则呢，接下来其实就容易多了啊。我们列名单的方法呢，这里啊列了有6个方法。好，那我们再同步进行往下走哈。第一个是这个方法哈，加一句，这个方法大家现在开始
动着你的黄金小手，好吗？拿着那张黄金 A4 纸或者你的手机，要开始往下列。一定跟我同步走，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同步走的过程当中，就是从0到100的名单，它的一个开启行动，好吗？那么第一条9同法，我们现在开启了哈，开启你的大脑，动你的手，同学、同事、同乡同乡不一定说你移民到国外，你比方说你是上海人，但是你是移民的，你是从福建移民到上海的，那你在上海有没有同乡会？如果现在你不能写下同乡，或者没有参加同乡会的现在就开始多一条信息，还有同姓同好、同龄、同群、同商、同游，一起旅游的，再不济没有朋友了，赶紧去报那种旅游团哈。一车旅游团的人都是你爱健康未来的事业伙伴，好吗？哈，好，现在大家去列一下名单啊。如果现在你列不出有10个人，我也没有办法列出来的我们这边有个冠单冠军那不得了哈，你会圈一层你的学徒了哈，恭喜你爱健康事业，你会上100人很容易。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6度空间法。那么前面名单不够多的，我们现在也不要着急在6度空间法里，我们首先来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吃透什么叫6度空间，它教会我们什么？它将教会我们不要被背景学历所框死了它的核心是什么？6度空间它的核心就是任何人都能当你的人脉跳板。只要在爱健康，你4代内抓准一匹黑马直接让你一人定江山直接有一个你的事业搭子就出来了不是掼蛋搭子是事业搭子。因为人脉它其实是没有高低，我们一定要什么？放下偏见，链接所有人。弱链接里也藏着大资源，不经意间就能裂变出你的商业帝国。因为在爱健康，你链接6个人，你的商业帝国就出来了，好吗？就是这个制度，在爱健康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下面，你链接6个人，你的商业帝国就已经宣告成列。好，所以在爱健康团队裂变的关键密码就在这个6度空间里面。好，如果我前面同学什么我都很少，那么它关键密码就在这个6度空间里面。我们一定要什么？打破人脉的边界，激活每一个连接的可能性。黑马它其实就是藏在你看不起的人背后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6度空间里的人脉比方说你的双亲年迈的父母长辈，你退休的领导然后呢主管你的孩子的同学家长，这些我们都给他链接起来。我们想想，你有认识几个？不要，我父母都年迈了就在家里做饭我千万不要小看了你在家里做饭的父母，好吗因为现在做爱健康，你要的是人脉，那你父母是不是你最佳的代言？我自己知道，是我们系统里有很多老师都是因为父母产品吃好了，本来是躺在床上从来不下5楼6楼的，因为这个产品，全小区的人都跟着吃了。为啥？他的爸爸妈妈天天到楼下小区里去锻炼身体，之前怕风吹，怕太阳晒，结果呢？他下到小区就是一个活广告，他下去小区就是帮你去链接人脉，所以不要看你的父母觉得他学历不行了能力智慧都不在你之上了，不是所以你把这些连麦都连接好，好吗？把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通过6度人脉空间，它变成可能性。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也有10年了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说，往往你觉得最能成就你的那个人，你成就了，他还没有看得懂。
往往你最看不起的那个人，结果他给你带来了一片市场。好，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我相信可能线上也有很多家人听到过。所以这句话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未来托举你的那个人。好，好，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行业法。就这里的我给大家行业法的建议就是先把行业写出来，你再去填空名单，那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人哈。那我这里就想讲我自己的案例，我曾经有一个行业内的美容业哈，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老师哈，我非常欣赏他，呃，但是呢，因为我当时哈在列名单的时候，我把他给忽略了，我没有去列行业法。比如说美容业的这个主管、美容业的老板，我没有这样去排列，所以呢，我就把他给忽略了。哦，把他给忽略了，很久我才把他翻到。结果当我翻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找到合适的项目在做了，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可惜哈，就是因为前期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说要打有准备的仗，你才有赢的概率。我因为没有忽略了哈，所以呢，今天也把我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损失的经验拿出来告诉大家，就大家不要走这个弯路。因为你一旦练好了，你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你的成功率要比普通人哈快马加鞭，至少2年的时间，好吗？啊，好，那我们下面看看关系法。那什么是强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个人认为是爱你的、无条件支持你的人，我认为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哈。还有什么呢？无条件支持你的，还有就是几十年的一些老朋友，知根知底了，或者曾经和你一起打拼过的老同事、老战友哈，因为他们跟你都已经有了信任的这个根基哈。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信任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信任他会听你讲，因为信任他会愿意去尝试，对吗？哈，所以信任其实放在第一位的。那这个里面也有家人哈，但是我们有一个环节是，不要以为你的家人就一定是什么你的强关系。线上有没有父母的兄弟姐妹的，不但不支持你，还给你泼凉水的，有没有？有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哈，把这个这个叫什么让你很无助的这个关系给它抛掉。当你打出来有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个锁链脱掉了啊，已经脱掉了，好吗？啊，所以我们往往说哦，强关系，我爸、我妈、我老公、我老婆。啊，我亲弟弟啊，那么多的有哈，是啊，他们有可能还会泼凉水，成为你在爱健康成为千人大将军的那个最大的石头，也就是你的家人啊。当然不是他不爱你，是因为他太爱你了，他就用他有限的知识，或者十几年的知识，或者曾经他听过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和负面的一些故事，他来告诉你，他来保护你。最后呢，哈，有可能他是你最大的让你没有拿到千人大将军的这么一个障碍。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强关系不一定是你的家人，好吗？啊，所以这个是我特别重点要拿出来讲一下的啊。好，那中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一下，就是那些跟你有这种交往，没有更深的去交心的人。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你孩子你孩子同学的妈妈家长哈，你们可能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关于孩子的，互相也基本上知道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呢，你们不会有更多的深聊。那这群人呢，他是我们的中坚力量，所以叫中关系哈。因为强关系，说实话，它是比较固定的，没有那么多。那中关系这个中坚力量呢？他是跟你没有强关系的那个人情包袱，是吗？哈，没有人情包袱。那么他跟你合作要看的是什么？项目本身的价值。那所以只要你
创造机会，能把爱健康的这个优势给他讲透了，在很大程度上面，他是会为这个机会买单的。好，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是啊，季节千变也要像初恋，对哈，所以但是呢，还有我们要加一个什么？我们要智慧的来分析问题啊，分析问题，送玫瑰花不行，我们就要送什么？送百合花，不要说一支不行，我送10支啊，万一他就是不喜欢玫瑰的香味呢？表错情了，对吗？那我们就换百合花，好吗？啊，所以呢，中关系也不要忽略了，因为这层关系它是会为机会来买单的。好，弱关系我们来讲一下哈，弱关系，比方说一面之缘的啊，饭桌上认识的啊，社群里认识的呀，或者刷这个抖音认识的，这个都会有哈。那但是这些关系呢，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认为我跟他只是刚刚认识，只是一面之缘，没有可能性，也不要认为没有可能性。很有可能弱关系是帮你打破你的圈层，连接新资源的关键。这个大家想过没有哈？因为我自己就是没有很多人脉，因为在温哥华，我属于比较窄的哈。那中国的人脉呢，全用的差不多了，我已经用了5年了嘛哈，该用的都用了。那在温哥华也是该用的人脉圈层也用了，所以现在我全部链接的都是新的关系。我就会去参加一些刚刚说的同乡会呀、什么聚会啊，甚至于在这个叫我们的这个朋友视频号里认识的人啊，我就去跟他连接啊，知道谁在温哥华，我就去跟他连接，跟他发生一个关系，发生一个话题，然后呢加上微信往下走，好，这些是我的弱关系，但是这个弱关系它能给我打开一个新的市场。好，所以呢，在这些关系当中哈，我想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金句，叫什么哈？强关系是给你起步的信心，中关系是给你发展的稳定，弱关系是给你裂变的惊喜，因为你所有的裂变是靠弱关系，因为它是无限大，好吗？它是无限大哈。所以我们不要去轻视了任何一层关系。爱你的人，他是陪你开头；有梦想的人陪你开路，陪你赶路；陌生的人可能是陪你到顶峰。我们系统里就有一位哈，我们团队啊，我们奇迹团队有一个苏总哈，他非常有意思。他链接的都是我们这上面讲的弱关系，但是他每个弱关系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人，帮他开阔了一片市场。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弱关系，好像一看这个字就很弱，没有你的巅峰之作哈，可能就是在这里面哈。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三叶子。好，三叶子这里其实我只想提醒一个是坏苹果哈，坏苹果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人是祥林嫂类型的人哈，你在开启事业的阶段，刚刚开启的阶段，我还是个人建议是去避开哈，因为如果你无法驾驭这个人的情绪，无法帮助对方从一个满是消极抱怨的心态里面转换出来的，如果你目前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建议你把它列入到你的名单里面因为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坏一锅汤的，对吗？哈，那对于我们来说，你刚刚开始启动爱健康事业，还没有稳，自己还没有走稳那你的能量我们说哈，还没有完全的被什么容积到一个高的层面，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没有帮他的能力，我们就先什么帮自己。好，先帮自己。当你这个就像手机，你充满电的时候，你去释放能量，你再去支持这些生命变得更好。但是当你自己还是半桶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100斤的重量去承载一个200斤、300斤的
负担，那就直接把你什么好压扁，好吗？好，压成饼干了啊！所以不要，当我们充足了以后，我们才有能力去支持其他的人的生命的一个蜕变啊。好，任意联想法，大家就可以想了哈，现在就可以想海阔天空去想啊，你甚至于可以联想。你们当地最有名的保险业的大咖，某个行业的知名人士哈，你只要去敢去想，他就能够连接到你像我们的瑞娜老师都链接到我们的总统了，是吗？都把产品放到总统的桌上去了。好，那就是想他就会得到，好吗？首先要敢想，万一这个梦想被你想实现了呢？好吗？哈，好，我们这个列好名单之后呢，接着下来就是分析名单了啊。其实我们重要的环节是在上面啊，所以我把很多的时间就留在讲上面。你只有明白你的 why，然后你才会有行动，有行动才会有结果。所以下面这些列完名单，我们看看是54张大小牌都在这里啊。那么接着下面我们要听话照做就行了。那名单列好，大小王出来，我们说哦，因为系统里说了，这个54张牌里面一定有大小王，一兴奋我就开始开聊了啊，千万不要着急，家人们，因为你这样做很可能哈，让你的小心脏又受了一次伤啊，因为你，当你还不是很专业，还不知道怎么聊，只是兴奋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建议你先不着急去做市场。那么有了名单，你已经有了什么胜券在握的这个王牌。接着下面我们要做的是名单的一个归类，好吗？好，我们先要把它归类，因为前面我们是凑数，对吧？凑数凑好了之后呢，我们得给它分类。你分类分好了，你才知道我要这个西瓜是要用什么肥料去施肥？玫瑰花我们是要用什么肥料去施肥，它才能够开得好，它才能够开得出来。好，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分类，上面有健康需求分类，那很简单哈，顾名思义，产品需求者，财务需求分类，那就是他有赚副业的，企业转型的需求的，那要有一个副业哈，加添一个斜杠然后呢，企业焦头烂额，他要转型，这个是你要分类的，有这一波的人把它分类好，好，人生改变，我把它理解是有梦想的，想要时间自由的，喜欢贪玩的，那玩是不是我们也要有时间有钱？好，那所以这些人把它列入到人生想要改变的。那么最后就是价值追求型的，那很可能是他不缺钱，但是呢，他有价值想输出。比方说，学校的老师退休了，在家教谁呢？哈，孩子不听那老公也不会听，那教谁呢？没人可以教了，那他的价值是非常渴望再次输出的。那我们就跟他讲爱健康的使命。好，有了需求分类，我们下面再给出名单的分类。这样做的话是让你更精准哈，大家不要觉得好麻烦哦哈。这样练，如果你想精准成交，那你首先要精准有名单出来，好吗？好，这个上面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好像我还是没有给他全屏是吗，家人？整屏哈。好，这个就是按名单质量分类。A 类名单哈，A 类名单有动机、有需求、有观念、有行动；B 类有动机、有要求、有想法，但是没有行动或者行动比较少。好，C 类安于现状，不想改变，但不抗拒。那这一类你可能需要慢慢养。那 D 类不想听任何跟公司有关的信息，但认可你这个人。好，那这两类 C 类和 D 类是要慢慢养的，A 类是直接你带着他跑，好吗？也许他可能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是你的推动者，未必你是他的推动者，你只是他的这个
介绍人，但是未必是他的推动者，可能他还能推动你。那 B 类呢，是从他力到自律的人，所以你把这个名单详细的质量分配好以后，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前面有人拉你，因为你跟那个 A 类的人是相互拉的嘛，互赢的。那后面呢，你就有能力再去拽一个。好，因为靠你一个人，你能拽几个？但是如果有 A 类的人陪你一起拽，你后面能够多拽几个。好，这2类人是你前期最重要的。C 和 D 就是你想放松休息的时候去关注的，好吗？啊，所以这个名单，好，如果能列到这样就很棒了。那我们有了这些名单啊，分类了，分好了，名单精准度也到位了。那有了以上的攻略，真的这一块我们要听话照做了哈，真的要听话照做了。那接下来的展开成功率，你也就会比没有做这些动作的人高出80%成交，包括你的邀约成功，或者是什么，直接跟你成为这个合作伙伴，或者成为你的忠实用户，它是可以达到80%的效率哈。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沟通环节。到了这个环节，在这里呢，我个人觉得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借力。我想讲的是借力哈，因为自己沟通呢，只要是我们的 A 类的，或者就是我们强关系的，你都可以能量去成交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我个人会建议啊，我自己也是在爱健康。我的能够做到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的借力于系统，借力于教练，借力于你的老师，一定要借力。很多时候哈，我们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借力是不是一个无能的表现？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哈？借力是不是觉得我很弱，就是显示自己弱？借力会不会让我的领导人感觉到哦我不行？千万不要这样想哈。其实借力它是一种能力和一种智慧。组织行销，它首先要有组织，组织就是每一个人的优点加在一起，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团队。那这样一个团队还是坚不可摧的，才能走长走远的。你一个人十全十美，很容易被人家推倒；10个人的十全十美，就是铜墙铁壁。好吗？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在这里学会借力。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伙伴，他真的不愿意去借力，他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好，会有这个障碍。那如果有团队领导人哈，你的团队有这样的情况，你要看到的不是这个伙伴不行，是他心里这个卡点，你第一个要做到把他的卡点解开。当他卡点没有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个最会借力的人。好，最会借力的人，好吗？哈，最会借力的人也是最容易成功的人，好吗？大家记住这句话，在组织行销行业，你越会借力，你越容易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链接顺序啊，这个信息大家一目了然。第一个先亲情感恩线，再然后是事业线、潜力线、随缘线，按照这个顺序去走哈。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你新人一定要先容易，再慢慢去做自我挑战，这样你就会每一步都走在信心之中啊，每一步都走在信心之中。这个很重要，你不要一上来我先挑战大的，有没有伙伴上来就去挑战那种大能量大咖的级别，然后自己不是没有能量，是你还没有这个学到系统里的一些专业知识，视频还不会讲生命故事还没有这个写出来，很多你还都不会，你就去挑战高难度的，很容易会让你受伤，受伤之后就会让你什么失去信心。所以一切先在所有的成功都在信念之后，一定是信念放在前面。所以你按照这个流水线去走，你会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增加自己的信心，好吗？好，黄金人脉这一块主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想快速成功的，那么这5类人
是你要特别留心的。所以你平常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及时更新我们的人脉。那你在分析名单也是先分析这一类名单，好，先分析这一类名单。那么还有就是你在外面在一些社交场合，你看到这些人脉，主动递上你的名片这个名片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我是做什么的不要说我是做爱健康产品的哈，那我是健康顾问递交一个名片过去，你关注什么？所以这是你的名片，名片递交过去之后，去认识他，然后进行一个什么关系的连接，好吗？好，这块就不多讲了。实践中常犯的误区，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哈。你不列名单会怎样？全部在脑海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不清晰的这个导航仪会导你去哪里？导不到目的地，对吗？哈，所以只列几个人，刚刚前面我们有提到哈，这边再拎一下，只列几个人就会让你怀疑，在爱健康这个事业，你是不是能拿到结果？那么提前做判断，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哈，提到了，好，不认真对待，就是你在做列名单之前，你确定你在这里想要在爱健康得到什么？得到成长，还是得到千人大将军的荣誉，还是得到一种价值，帮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人身体健康、财富自由和灵魂兴盛呢？你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 why，然后我们再去做下面的动作。好，从名单开始通往成功。那这边我最后想要说的是，名单的厚度决定你在爱健康事业的高度和稳度。那爱健康的幸福阶梯、千人大将军的这个目标，它就铺在你这一张张的名单里面。最后，我祝福所有的家人都在爱健康、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兴盛。好，感谢所有在线的家人一路到现在的陪伴和聆听，谢谢大家。下面我把麦给到我们今天的主持人芳芳老师。好，看到我吗？好，非常感谢我们小英老师给我们整堂列名单的一个课程，真的是意犹未尽啊！大家有没有拿纸和笔记下来，边听我们小英老师分享，边记录我们的名单，是吧？那我们的名单是不是54张牌的名单很容易就把它列出来了？这堂课呢，我们小英老师主要讲解了这个列名单与分析名单在我们拓展爱健康事业中的一个核心作用。他强调了，首先我们要摆正心态，相信公司与产品的价值。名单被视为事业里的江山，列名单要遵循大数法则和3不原则，通过九同法等技巧，尽可能的挖掘人脉。随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名单的需求对健康、对财富的一些需求以及我们的行动力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可以依据亲疏的关系与类别规划沟通战略，可以借助小英老师这里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我们的系统，建立我们的咨询线，建立教练。最后呢，也避免了一些很多人他不列名单，就是随意的来判断一些误区。通过我们持续的实践与复制这个一个流程来搭建我们团队的管道。那整个环节呢，也是我们启动与陪跑事业的一个关键的第一步。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小英老师鲜花掌声再刷一波。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我把麦交给哪位团队长，还是直接结束啊？是直接结束吧？是吗，老师？好，直接结束，感谢老师的今天的精彩分享。好的，感好，谢。谢谢，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明天相见。那我们退出去。嗯，好。